世界千变万化，时事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21日星期四，欢迎走进一波热点。加拿大房地产市场低迷使金融体系面临风险。监管机构表示，加拿大房地产市场低迷是今年金融体系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并补充说，计划审查现有的住房贷款压力测试，并将其应用扩展到其他贷款产品。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 OSFI 在2023年3月31日的首份年度风险展望报告中表示，房价前所未有的上涨导致借款人杠杆率上升，这反过来又增加了金融机构对市场调整的风险敞口。监管机构表示，虽然贷款人资本充足，似乎具有财务弹性，但这样的一系列事件可能导致借款人违约、无序的市场反应以及更广泛的经济不确定性和波动性。OSFI 已经确定了一些有问题领域的个人收入验证问题，并正在考虑将压力测试的应用扩展到包括反向抵押贷款、共享股权抵押贷款和综合贷款计划在内的产品。这些计划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压力测试将抵押贷款的合格利率设定为不低于 5.25%， 如果借款人的借款利率加200个基点高于 5.25%， 则采用较高的利率进行压力测试。监管机构表示，其他金融系统风险包括网络攻击、货币数字化、气候变化、商业地产市场低迷、风险较高的企业债务融资和第三方安排。OSFI 正在开展试点，以帮助金融机构识别技术弱点，并计划在今年秋天就运营风险管理指南草案进行磋商。它还将发布有关机构气候风险管理和财务披露预期的指导意见，并与央行一起开展合作，评估对抵押贷款和证券投资组合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影响。监管机构表示，与大流行相关的工作场所和购物习惯的变化给办公楼和零售物业带来了不确定性，失业率和在家工作政策的长期急剧上升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风险。OSFI 注意到在评估和管理 COVID 相关风险方面的一些缺陷，并表示将考虑制定对商业房地产的监管预期。银联支付会成为俄罗斯的后盾吗？在 Visa 和 Master 卡两家信用卡公司加入其他西方公司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之后，几家俄罗斯银行计划发行银行卡使用中国银联支付系统以及本土支付系统 MIR。一些俄罗斯银行已经使用银联发行信用卡。尽管如此，中国支付服务仍对与受制裁的俄罗斯银行合作持谨慎态度，担心可能引发的制裁。银联由中国最大的商业贷款机构资助，通过发行借记卡、信用卡和预付卡，直接与银行和合格贷款人结算和付款。它拥有87家股东，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的关联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商业贷款机构，以及农村信贷提供者。截至2021年底，银联在全球流通的信用卡数量中排名第一，为94亿张。Visa 有37亿，万事达卡有25亿。2012年，银联成立了海外子公司银联国际，与全球2500多家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使该卡在180个地区被接受。银联卡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银联在绝对数量增加方面正在迅速赶上全球竞争对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买家在国内外购买力的上升。尼尔森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使用银行卡消费约 40% 的是通过 Visa 进行的，但银联卡紧随其后，为 32%， 其次是万事达卡，为 24%。截至2021年3月，全球有超过5500万商户接受银联卡。银联国际声明显示，俄罗斯的接受覆盖率为 95%， 超过160万个销售点终端支持银联 Quick Pass 支付技术。他说，俄罗斯已经发行了超过400万张银联卡。高占有率促使俄罗斯银行在西方国家实施一系列制裁后转向银联。
加拿大通货膨胀已经见顶。经济学家表示，加拿大的整体通胀率在3月份触及31年高点后，可能已经见顶。尽管央行仍面临一场将飙升的价格带回到正常水平的艰苦战斗中，即使3月份的 6.7% 是峰值，下个月价格上涨放缓，通胀仍将保持在30年前的水平，加拿大央行将需要采取积极行动，以接近其 2% 的目标。可以肯定的是，通货膨胀率也有可能飙升。随着加拿大统计局将美国通货膨胀的关键驱动因素二手车价格添加到其指数中，并在未来几个月内更新其一揽子权重。3月份的数据强于预期，经济学家呼吁6月份第二次加息50个基点，将利率提高到 1.5%， 货币市场压住今年总共加息250个基点。预测7月份将第三次加息50个基点。枫叶银行呼吁在6月或7月上调75至100个基点。通常央行一次只调整25个基点。峰值只是一个里程碑，降低通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可接受的范围，预计要到2023年初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加拿大央行上周在利率决议中表示，预计今年上半年平均通胀率接近 6%。2023年将降至 2.5%， 然后在2024年降至 2%。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应对需求激增和供应链受限的情况下失控的通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压力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经济学家表示，加拿大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在2年内上涨了 50% 以上。高水平的家庭债务将给央行的加息步伐带来压力。经济学家表示，一些缓解即将到来。通胀率目前已超过 3%， 持续12个月，随着随后几个月开始接近去年同期的强劲水平，基数效应有助于缓和大幅上涨，除非出现任何重大的全球冲击。到目前为止，4月份的汽油价格上涨幅度已从3月份开始放缓。房地产市场正显示出降温的迹象。真正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钥匙在哪里？美国通过实施严厉制裁和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尖端军备，来帮助乌克兰克服俄罗斯入侵的双管齐下的战略很可能不足。普京在乌克兰发动了战争，并表示谈判已陷入僵局，但没有关上大门。但在战争开始之前，普京向西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停止北约的扩大。美国显然不愿意在这一点上进行谈判，现在是重新审视这一政策的好时机。普京还必须表现出愿意为谈判的成功做出让步。美国的武器和制裁对于美国公众舆论具有说服力，但它在全球舞台上并没有真正奏效。它在美国和欧洲以外几乎没有得到支持，最终也可能在美国和欧洲内部面临政治反弹。发展中国家拒绝加入西方的孤立运动，正如最近以美国为首将俄罗斯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移除的投票中所看到的那样。的确，有93个国家支持这一举措，但其他100个国家没有支持，其中有24个国家反对，58个国家弃权，18个国家没有投票。更令人震惊的是，这100个国家拥有世界 76% 的人口。制裁是美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太可能击败俄罗斯，但他们可能会在世界各地施加高昂的成本。充其量，他们可以推动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即使制裁在俄罗斯造成经济困境，也不太可能改变俄罗斯的政治或政策。同时，制裁很容易规避或至少部分规避。预期卢布、人民币和其他非美元货币进行的交易数量将会增加。世界上大多数人也不相信制裁，只有占世界人口的 14%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制裁伤害了整个世界经济，加剧了供应链中断、通货膨胀和粮食短缺，并引发的地缘政治问题。中国将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部分视为俄罗斯抵制北约东扩的努力。美国喜欢说北约是一个纯粹的防御联盟，
但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对1999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911后北约部队在阿富汗的20年，以及2011年北约轰炸利比亚、推翻了卡扎菲持怀疑态度。简而言之，世界其他国家想要和平，而不是美国或北约在与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中取得胜利。美国目前的做法将破坏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并可能将世界分为亲北约和反北约阵营，从而对美国造成长期的严重损害。美国惩罚俄罗斯没有多少真正成功的机会。真正的成功是俄罗斯军队返回家园，乌克兰的安全和保障得以实现。这些结果可以在谈判桌上落实。通过优先考虑和平而不是北约的扩大，美国将争取到世界上更多国家的支持，从而帮助乌克兰实现和平，为整个世界带来安全与稳定。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钥匙只有一把：和平协议。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您及时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订阅、关注并点赞。下期不见不散哦。